抑郁症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是感到明显的悲伤和沮丧，因此，如果一个人经常微笑，其他人可能不会怀疑这个人正在与抑郁症做斗争，他本人可能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即使你一直在微笑，表现得很高兴，你是否也会感到疲惫？也许只是为了装模作样，或者是为了躲避更艰难的情绪。诚实地面对自己，并评估自己是否在与抑郁症做斗争很重要，这样就能更快地解决抑郁，并寻求适当的帮助。这支影片就来说说一个人在痛苦中微笑的5个迹象。1. 毁灭性的完美主义。有些人错误地认为，因为一个人看起来是和大家在一起的，所以他们的内心就不会挣扎。你有没有把自己打扮得完美无缺？是否一直在努力工作、学习或在家，以便让一切都清新无瑕？或者也许是为了让自己在所做的事情上取得成功和成就？你是否因为不允许自己犯错而感到疲惫不堪？重要的是要考虑到，你这样做是为了让别人觉得你是游戏中的佼佼者。你可能不想让大家看到你内心的真实感受。同样值得考虑的是，你自己是否不愿意接受自己正在挣扎，可能需要帮助的事实。虽然这可能是一种难以忍受的痛苦，但重要的是要记住，这一点脆弱是一种真正的勇气，是克服它的必要行为，让你开始愈合并感觉更好。2. 在与他人比较时，小看自己的艰辛。我很好，我不像别人那么糟糕。你有没有这样想过？你可能会不断地告诉自己，别人的情况比你更糟，因为你过得更好，所以你不能或不应该抑郁，从而说服自己你并不抑郁。养成这样的心态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你的生活中，甚至可能有其他人告诉过你这一点。然而，继续这样做会使你自己的感觉和个人经验失效。所有的痛苦都是痛苦，殊途同归。很多人都会因为不同的原因陷入抑郁，不管你有什么背景，抑郁症都是一种非常真实和痛苦的经历。3. 内疚。拿自己和别人比较，与自己可能因悲伤而感到的内疚密切相关。你可能会因为不能让自己感到快乐或满足而感到内疚，即使在你看来自己没什么可抱怨的。也可能因为担心给别人带来负担而感到内疚。你可能已经注意到自己正在经历抑郁，已经影响到周围的人，或者担心其他人会背负照顾你的重担。特别是如果你已经习惯照顾别人的话，甚至反而可能会觉得自己是那个感到沮丧的人，因此让自己感到羞愧，而进一步隐藏它。4. 身边有毒的人。人们往往不能对自己做出最好的判断，抑郁的时候很难把自己想清楚。虽然你可能很难确定自己是否在与抑郁症斗争，但对你来说，评估自己是否在帮助那些对自己有害或不断伤害自己的人可能更简单。也许你的家庭没有很好的处理冲突，也许他们用愤怒来处理问题，或者对你来说通常不是一个安全的空间。也许你现在的伴侣在情感上对你没有安全感，或者有自恋的特质。你的环境可能会导致你的精神健康正在受到损害。5. 逃避负面情绪。你可能没有注意到自己陷入了多么严重的抑郁。如果一直在逃避自己的负面情绪，可能会觉得需要牢牢掌握控制权，并花费大量的精力，担心可能会有什么破坏它，可能会为了应付当下的需要而压抑自己的情感，而这样做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帮助自己度过这一天。过于刻板地将痛苦的感觉锁在一起，会导致你忽视过去自己的困难经历给自己带来的影响，实际上是忽视和否定了自己的感觉。如果你继续这样做，没有给自己一个安全的空间来处理自己的痛苦以及处理自己的情绪，可能会让自己的抑郁情绪与日俱增。根据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所述，要诊断为抑郁症，这些症状必须在一个人的社交、工作或学校或生活的其他重要方面造成临床上严重的痛苦或损害。症状的严重程度和发病频率因人而异，一个人可能会有这些迹象中的大部分，也可能只有少部分。基于这些原因，向专业人士寻求全面的诊断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或你认识的人可能正在与抑郁症做斗争，请不要犹豫，向合格的心理医生求助。最后，如果您还没有订阅，记得按下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才能够固定收到我们的影片通知，继续看到我们的影片。下支影片不见不散啦！